二战德国的超级巨炮至今仍在服役，它们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历史上存在的超级工程还有哪些？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类的极端火力。位于挪威和波兰的巨炮群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二战德国超级工程。这门大炮的名字叫做406毫米 SKC-34 型舰炮，也称作阿道夫巨炮，由克虏伯公司生产。在设计之初，阿道夫巨炮并非用于海岸防御，而是作为德国海军新一代 H 级战列舰的主炮。当时德国海军最新型的俾斯麦级战列舰一共有2艘，分别是 F 和 G 号舰，其装备的就已是380毫米舰炮。所以小胡子就要求下一代战列舰必须安装当时德国能生产的最大口径火炮，即406毫米舰炮。那是什么原因让阿道夫巨炮由舰炮变成岸防炮的？406毫米舰炮的设计研发工作其实是与280和380毫米舰炮一同开始的，但由于德国一直将280和380毫米舰炮的研制工作放在首位，所以406毫米舰炮的研发进度十分缓慢，直至前两者研发完成，德国才开始全力投入406毫米舰炮的研发工作。到了1939年，德国生产了7门406毫米舰炮，其中1门作为备用炮，另外6门则作为 H 级战列舰的主炮使用。但在同年9月，二战的提前爆发，克虏伯公司上下开始为军方提供各种急需的军工产品，406毫米舰炮的生产也就慢慢的搁置下来。后来德国海军又取消了 H 级战列舰的建造计划，所以已完工的406毫米舰炮没了新军舰可安装，只能转型到岸防炮，成了北起挪威南至法国的大西洋墙的一部分。据资料显示，二战德国至少生产了12门阿道夫巨炮，除了1门为实验型外，其余全部被作为岸防炮使用，其中8门被运到了挪威，用于加强海岸防御。不过在途中意外沉没1门，这8门中有3门被部署在恩格洛亚岛，称作迪特尔炮台，隶属于第516海岸炮兵营；另外4门则部署在特隆德内斯堡，称作西奥炮台，隶属于第511海岸炮兵营，而这里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二战德国超级工程。这些被称作阿道夫巨炮的钢铁巨兽采用封闭式炮塔，仅炮管就重达158吨，1030公斤的标准炮弹射程达42.8公里，较轻的600公斤的远程炮弹射程为56公里。每座炮塔都有独立的地下弹仓和机械化装填设备，射速为每分钟2发。其在 18.3 公里的距离上的穿身为457毫米，在 27.4 公里的距离上的穿身为345毫米。其性能相比于早期的406毫米火炮来说还是相当可以的。比如美国科罗拉多级的406毫米火炮，在 18.5 公里的穿身为406毫米，也就比美国海军伊阿华级用的 Mk7 舰炮稍差一些。Mk7 在 18.2 公里的穿身为509毫米，不过由于盟军当初自始至终都没有在挪威发起登陆，所以这7门威力强大的巨型炮台也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作战。在战争结束后，连同1227发炮弹被挪威陆军接收。如今在挪威仍有1门阿道夫巨炮可以正常工作，是世界现存最大口径的陆基火炮。至于另外3门阿道夫巨炮则被部署到了波兰的但泽港，不过当初随着法国战败，德国又将这3门火炮重新部署到了法国的加莱海峡，并更名为林德曼炮台。德军认为那里是英国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而事实正如德军所料，在战争中盟军先后对这3门阿道夫巨炮发起了1600次攻击，直接命中就有45次，但结果并未造成损坏。这是因为每门火炮都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全封闭炮台中，每座炮台高17米，长50米，消耗水泥17000立方米，具备空前的防御能力。
由此可见，阿道夫巨炮是二战德国凭借积累经验所完成的一种威力十足的火炮。但若往前追溯，早在一战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极端火力。大贝尔沙炮是一战期间最著名的火炮，它与威廉皇帝炮历来被称作一战中的大小王。然而今天很少有人了解大贝尔沙炮到底是什么，经常把它与许多远程火炮混淆。事实上，大贝尔沙火炮是克虏伯公司于1914年研制的一种非常庞大且能移动的420毫米榴弹炮，专为摧毁混凝土防御工事而设计。它可以把1吨重的炮弹射到15公里外，每颗穿甲弹有一个定时信管，只有在目标被穿透后才定时爆炸，所以再坚固的炮台在它的轰击下也将化为瓦砾。它总共只生产了10台。在烈日要塞攻坚战中，同盟国利用5门大贝尔沙炮，以其极大的威力轻松摧毁了比利时的12座炮台阵地，使德国军队能够穿越比利时并几乎占领了巴黎。而小王威廉皇帝炮同样由克虏伯公司生产，是一战中最大的炮，同时是一战中德国用来轰击巴黎的一门超级火炮。其整体重量256吨，炮管口径211毫米，后来加大至238毫米，曾在120公里外连续炮击巴黎15分钟。之后，克虏伯公司更是以此为基础，研制出了 K12列车炮，并成功跨越英吉利海峡，轰击了英国。所以，无论是大贝尔沙炮还是威廉皇帝炮，都应该称得上一战中的极端火力了吧？回到二战，除了开头提到的406毫米舰炮外，800毫米口径的古斯塔夫超重型铁道炮则被称为二战路上的最强者。即便是小胡子也都被他的庞大感到惊讶。只见古斯塔夫巨炮仅炮管就有 32.48 米，总长 47.3 米，宽 7.1 米，高度 11.6 米，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350吨，每一根炮管只能发射48发炮弹。1942年3月19日，在小胡子和他的元帅将军们的见证下，于鲁根沃尔德靶场成功试射了2枚炮弹，一枚是重达7吨多的混凝土破坏弹，一枚是 4.7 吨的榴弹。这2枚炮弹都精准地击中了目标，且分别击穿了1米厚的钢板和7米厚的混凝土，这让小胡子很是高兴。虽然巨炮的实验很成功，但是它在实战中的威力究竟怎么样呢？是否如小胡子所期望的那般，能成为德军的杀手锏呢？实验结束后的第3个月，也就是1942年的6月，古斯塔夫巨炮在苏德战场上展现了它的威力。塞瓦斯托波尔不但是黑海的门户，也是当年苏联的海军基地，其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经过沙俄和苏联100年建设，这里被打造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要塞。1941年，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遭到德军进攻，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德军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始终被苏军的炮台拦在要塞之外，尤其是高尔基1炮台。其装备有2门305毫米的重型岸炮，射程可达42公里，巨大的炮塔重1360吨，整个炮台唯一露出地面的部分还被406毫米厚的装甲保护，除非使用战列舰主炮的直接命中，否则无法摧毁。为了对付苏军的炮台，德军决定动用杀手锏古斯塔夫巨炮。一起被调来的还有420毫米口径的加马旧炮和610毫米口径的卡尔自行旧炮。1942年6月的一天，古斯塔夫巨炮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随着一声令下，一枚几吨重的炮弹射向了苏军炮台。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古斯塔夫巨炮一共发射了48枚炮弹，每一枚落在要塞中的炮弹都会炸出一个堪比足球场大小的深坑。其中的一次轰炸直接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地下30米深的秘密弹药库给炸爆了，苏军储存在这里的武器装备全部毁于一旦。想必当时的苏军是懵逼的，弹药库怎么爆炸了？要知道，这座弹药库不但建造在地下30米的深处，而且上面还盖有接近1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有什么武器能够从要塞的外部伤害到这里呢？难道是德国人派来的间谍？
苏军没有想清楚的问题，一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后，美国的一个军事刊物才揭露了真相，这才知道是古斯塔夫巨炮炸的弹药库。而在当时，弹药库的爆炸也迅速引起了连锁反应。由于爆炸太过剧烈，不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地下建筑物顷刻间毁于一旦，就连附近海湾里的一艘军舰也给震沉了。等轰炸结束后，要塞里再也没有一栋建筑物可以屹立不倒，德军也就成功拿下了要塞。虽然此战结束后，古斯塔夫巨炮被德国调回了国内维修，再也没有参加过实战，但无论如何，古斯塔夫巨炮都称得上是极端火力。苏联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在之后的冷战时期仿照二战德国的巨炮，制造了史上最强大的大规模真理说服器，即420毫米的 2B1 型自行原子大炮。它有着陆地核武大棒的称号，同样属于极端火力范畴。2B1 火炮由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于1957年制造，一共制造了4门，采用420毫米口径的 2B2 型滑膛炮，炮管长达20米，可以发射750公斤重的炮弹。常规炮弹的射程可达25公里，发射火箭助推增程炮弹则能打击45公里以外的目标，但其最大的特点还是发射核炮弹。苏联专门为该炮研制了一种 RDS-41 型核炮弹，重量为650公斤，其爆炸威力约为 1.4 万吨 TNT 当量。不过由于该炮没有后座缓冲系统，射击的后坐力会全部冲击到底盘上，加上车尾没有安装柱橱，所以每次射击 2B1 火炮都会向后滑行5米左右的距离。也正因为火炮的装填和射击过程的繁重，所以它的射速非常的慢，只能达到5分钟一发。好在每辆 2B1 会配备1枚核弹头，让其具备了一次战术核打击能力，因此 2B1 是妥妥的战略威慑武器。为了承载这门巨炮， 2B1 选择以 T10M 重型坦克为基础改进的底盘，其底盘前部空间被扩大，一台750马力的 V126B 柴油发动机被安装在这里，但重量过大仍是 2B1 逃不开的缺点。该火炮全重约55吨，750马力也只是让其在公路上的最大速度不超过30公里每小时，甚至由于重量过大，该炮装甲底盘的履带只够行驶20到35公里，之后就需要更换，再加上当时短程弹道导弹的大量服役，所以 2B1 火炮十分短命，很快就被苏军作为备用力量使用。事实上 2B1 火炮只在1957年的红场阅兵式上进行了亮相，连正式作战的机会都没有。在参与阅兵3年后，4辆 2B1 全部退役，现在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瞻仰人类历史上制造过的口径最大的自行火炮了。再往后称得上极端火力的武器还有伊拉克的巴格达大炮。波尔博士设计的这款超级大炮，凭借2100吨的重量、150米的长度以及1000毫米的口径，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大炮。据说该炮能将重达2吨的卫星送入太空，或将600公斤的炮弹打到1000公里开外。但可惜的是，波尔博士被暗杀后，巴格达大炮计划就遭受重创，最终没能将其建造出来，甚至连其生前成功制造的原型最后也遭到了销毁。波尔博士生前在伊拉克中部沙漠的隐蔽场所成功制造了一个巨炮原型，被命名为巴格达诱饵大炮。该炮长40米，用于平射实验。虽然该炮在海湾战争中躲过了多国部队的轰炸，却未能躲过联合国的制裁。海湾战争结束后，这门大炮被发现，随即被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遭到销毁。若是布尔博士还活着，巴格达诱饵大炮还存在，或许我们还能目睹这门火炮的风采。现在舰上、陆上巨炮甚至核动力大炮都有了，自然也少不了 AC-130 这个空中极端火力。其10吨的载弹量、12小时的制空时长，使其一旦锁定目标，分分钟就能倾泻数百枚大口径弹药，让敌人感受绝望。AC-130 空中炮艇由 C-130 运输机改进而来，首次运用于越南战争，成功摧毁了1万多辆各式车辆以及大量地面目标。
后又陆续参与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行动等战役。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战绩，与其机上的强大武器密不可分。不过，由于型号不同，不同型号的 AC-130在武器配置上存在些许差异。比如 AC-130初期型号上使用的是 7.62 毫米到20毫米的各种机枪机炮及重磅炸弹。到了 AC-130H 型，美国为其安装了一门105毫米榴弹炮，备弹100发，弹片杀伤半径接近40米。该炮改进自陆军武器，为了适应在飞机上的射击环境，其炮管略有缩短，且为了减小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技术人员为其配备了专用炮架，并加装反后座装置。与此同时 ，AC-130H 还装有2门20毫米 M61 6管加特林炮，每门备弹3000发；一门博福斯40毫米自动炮，备弹256发，并可携带激光制导炸弹。至于之后的 AC-130U 型，其武器配置与 H 型基本相同，只是把2门 M61 机炮换成了一门 JU-12型5管25毫米转膛机炮。但无论是哪个型号的 AC-130，其射出的弹药都和雨点一样密集。一架 AC-130 1分钟发射的弹药，就相当于一个步兵营在整场战役中使用的弹药，其火力之猛可见一斑。目前 AC-130 的最新型号是 AC-130J， 与以往强调火炮打击能力的型号不同， AC-130J 的火炮仅有一门105毫米榴弹炮和一门30毫米炮，但却极大增强了精确打击的能力。AC-130J 装有 AGM-176A 施救导弹，并能够搭载地狱火导弹，同时这型号还可搭载毒蛇导引炸弹。这是一种战斗部仅有1点多公斤的滑翔炸弹，精度较高，对目标周围的环境破坏较小，适合在城市使用。据悉，在后续的改进中 ，AC-130J 还将装备激光武器，在未来它将变得更快、更轻、更省油。好了，舰炮、陆上巨炮、空中炮艇，甚至是核动力大炮，我们都盘了一遍。大家还知道哪些人类极端火力？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